季度裁員會議開始第3分鐘，人資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，首頁寫着自願離職與項目移交，最下面的簽名欄裡是我的名字。那份文件不只寫我離職，還寫着我同意把小城新店計劃的項目資料與交接內容移交給瑞成。只要它被標成生效，後面每一步都會變成按我的意思辦。我沒有先說那不是我簽的。會議室裡所有人都在等我反駁，我卻把文件翻回第一頁，問人資這份東西幾點進系統。人資看了一眼記錄，上午10點07分。我接着說，我的系統權限10點02分就被凍結了。那5分鐘後，是誰替我把文件送進流程的？方志遠立刻打斷我，江瑤，簽名是真的就夠了，沒必要把會議拖成技術討論。他說得很快，像只要所有人繼續往下走，這件事就會變成既定事實。我把文件按在桌上，沒有跟他爭簽名像不像。我只要求一件事：權限先停，文件後上傳，流程本身有矛盾。爭議沒釐清前，不能標成已生效。人資問我想怎麼處理，我沒有要求他們立刻宣布文件無效，只說先把狀態停住。你們可以查簽名，也可以查上傳來源，但在查清前，誰都不能拿它當成我已經同意。人資沉默了幾秒，最後說可以暫停，但只給30分鐘。方志遠的臉色沒有變，只提醒一句：下午3點交接，不會因為你的個人問題取消。30分鐘不是答案，只是一道縫。我把那份離職書收回面前，第一次真正意識到，現在要保住的已經不只是我的職位，而是整個項目還能不能留在我們手上。我離開會議室，第一通電話打給許杰，先別替我辯解，也別碰任何資料，所有人不刪、不搬、不匯出，只把核心客戶合同找出來。許杰壓低聲音問，他們說3點就要開始交接，我們什麼都不做，會不會被說不配合？我回答得很直接，正常工作照做，額外搬資料不做。現在任何多一步，都可能被解讀成我們在動證據。電話那頭傳來鍵盤聲，許杰一邊找合同一邊問，你現在最需要哪一條？我說，不是找能幫我辯解的句子，是找公司到底有沒有權利把客戶資料直接交給第三方。幾分鐘後，合同條款一份份傳到我面前。最重要的那幾家客戶，資料授權都寫得很清楚，只能由萬象生活內部使用，轉給第三方必須重新取得同意。我把條款放進交接材料，只說結果，在客戶沒重新同意前，正式資料不能交給瑞成。這不是我同不同意，是合同本身不允許。方志遠很快回了過來，那就先交人員和運營流程，資料後補。公司不可能因為一條合同停下整個降本方案。我把3家核心合同的相同限制圈出來。這不是能讓董事會立刻停止外包的王牌，卻能把今天直接交資料從一句命令變成需要客戶重新同意的程序。這句話反而讓我確認了一件事，他不是想等真相查清，而是一定要讓交接今天往前走。我問董事會幾點表決？答案是下午5點。3點交接只是第一道壓力，5點才是鎖死整件事的時間點。就算資料暫時不能交，只要外包先被批准，我們後面的主動權一樣會被拿走。我讓許杰繼續守住合同和正常服務，自己轉向另一件更根本的事，那批被說成由我外流的客戶資料，到底是用什麼權限被導出去的？陳彥洲接到我的電話後，沒有先問我是不是被冤枉，只問你要查哪一段權限，這正是我需要的。我把正式資料導出的爭議和時間範圍交給他。他查到一半，忽然停了一下，江瑤，有件事你得先說清楚。2週前，你自己批過瑞成2小時的沙盒測試權限。這件事我記得。當時演示卡在進度上，
我為了不讓測試再拖一天，繞過了原本該補齊的審批。我問他，那個角色能碰正式客戶資料嗎？陳彥洲回答，照權限設計，只能看匿名演示數據，不能讀正式庫。但你跳流程這件事本身是真的。我讓陳彥洲把那次權限範圍再念一遍。2小時，供應商演示，匿名數據。每一項都和正式客戶庫隔着一道明確的權限邊界。我盯着那條記錄看了幾秒。這不是別人塞給我的假證據，是我自己留下的錯。如果我現在假裝它不存在，等到董事會上被方志遠拿出來，我之前說的每一句話都會一起變得可疑。人資這時又來確認，如果你不簽離職確認，下午會正式啟動調查，沙盒審批也會一併查。我沒有把理論上不能當成勝利，只要還沒看到正式導出日誌，就不能排除別的路徑。我現在能做的是先承認自己開過那扇不該私自打開的門。我問，如果我簽了呢？對方停了停，只說公司可以把離職案自願處理，後續責任會另行評估。那不是清白，只是讓我先離開牌桌。我把確認書推回去，不用替我交換。沙盒是我批的，該查就查。但外包案和正式資料導出也一起查。從那一刻起，我不再追求證明自己什麼都沒做錯。我只要把兩件事分清楚，我確實犯過的程序錯誤，和有人想塞到我身上的資料外流。真正讓我找到第二條線的是瑞成那份外包簡報。他對我們內部人力和成本拆分熟得過頭，甚至有些細節，連我都不會放進對外版本。其中一頁模型讓我停住了。那種拆分方式不是我們項目的格式，而是顧青岩部門一直在用的版本。我把那一頁截出來，直接去找他。我重新翻了幾頁，越看越不對。簡報不是只知道我們有多少人，而是連成本如何拆，哪些環節能被外包取代都寫得像早就看過內部版本。顧青岩看見我，第一句就很冷淡，如果你是來找我替你站隊，免談。我們搶的是同一筆明年預算。我沒有解釋離職書，也沒提方志遠，只把那一頁推到他面前。我不需要你相信我，你只要告訴我，這個模型是不是你們的。他原本還靠着椅背，看完後坐直了。這個拆法，我2週前才改，外面不該有。我說，那我們現在有同一個問題。顧青岩沒有立刻答應，只反問，你的沙盒權限是不是也真的繞過流程？我點頭，把2小時測試、匿名數據和審批缺口完整說清楚。他聽完才開口，可以。我給你版本記錄，但我不替你洗白。你的錯，你自己扛。顧青岩把自己的版本記錄調出來時，還特別提醒我，時間戳只能證明資料最晚在那之前已經外流，不能替你推定是誰給的。我說，夠了，我只要能證明的部分。這句話反而讓我鬆了一點。我不需要盟友替我證明人格，只需要有人願意把自己能證明的事實放到桌上。顧青岩調出版本時間後，我們對上了供應商簡報。瑞成至少9天前就已經拿到他部門的新模型。9天前，那時候根本沒有今天這份所謂的自願移交書。方志遠一直說外包是因為我離職才啟動，可時間線已經先替他說了反話。我把這個時間點補進自己的記錄裡。現在還差最後一塊，正是客戶資料到底什麼時候被導出，又需要什麼級別的權限。陳彥洲的回復在中午前到了。正式客戶資料的批次導出發生在凌晨2點12分，日誌裡標記的不是我的個人賬號，而是事業部管理員批次任務。我問得很克制，這能證明什麼？他答，只能證明這次正式導出不是由你的個人賬號直接完成。別把它說成更多。我又問，
管理員批次任務和我的沙盒是同一級權限嗎？陳彥洲說不是。正式庫的批次導出需要更高層級的管理任務，這和我開過的演示角色不是一回事。我把這句話原樣記了下來。現在最危險的就是拿到一點有利資訊後，急着宣告自己全清白。只要多說一步，對方就有新的空間反咬。方志遠果然很快換了方向，他不再說是我親自導出，而是問誰能保證他沒有把憑證交給別人？一個連沙盒都敢自己開的人，管理上還有什麼可信度？他把技術問題改成了人格和管理責任。這招比一句“你偷了資料”更難拆，因為裡面混着一件真的事。我確實繞過流程。我沒有讓團隊把這條日誌當成慶祝理由，他只替我排除了一種最直接的說法，卻沒有告訴我們管理員任務是怎麼被建立，也沒有讓外包案自己停下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到短暫的失衡。凌晨2點12分的日誌剛替我推開一扇門，方志遠立刻又把另一扇門關上。我沒有反駁他說我完全沒責任，只回了一句：沙盒違規我會說清楚。正式資料是誰，用什麼權限導出的，也要說清楚。如果我想贏，下一步就不能再把自己的錯當成需要遮住的傷口。我要自己把它放到最亮的地方，讓所有人看清它到底能證明什麼，又不能證明什麼。部門說明會一開始，我沒等方志遠先亮材料，就把自己的沙盒批准記錄放到熒幕上。這是我做的。我為了趕測試，繞過了一次完整審批。會議室裡沒人接話。我繼續說，這部分我接受調查，也接受處分。但它不能自動等於正式客戶資料外流。兩件事情分開查。我把錯誤說得很具體，沒有用特殊情況替自己淡化。當時我為了趕演示，把本來應該完整走完的審批縮短了。結果沒出事，不代表做法就是對的。方志遠冷笑了一聲，現在承認，是因為藏不住了吧？我看着他，我是不是做錯流程？可以查。你要證明我造成了正式導出，也請拿能對上的權限和時間。人資最後確認，沙盒違規單獨立案，資料外流繼續另查，而且不再用自願離職交換不追究。責任終於被拆開了，可代價也跟着變得具體。這次違規會進正式記錄，我原本談到最後階段的晉升，也很可能保不住。會後，許杰沒有先恭喜我，他關上門，小聲說：“團隊裡有人怕你硬撐下去，最後大家一起被外包。他們不是不信你，是怕沒工作。”許杰問我：“那我該怎麼跟大家說？”我想了一下，就說不用相信我，也不用相信方志遠，只相信現在手上的合同、客戶回復和每天該做的工作。這句話比方志遠的攻擊更難聽，因為我知道那是現實。對下屬來說，清白很重要，月底還有沒有薪水也一樣重要。我對許杰說，不要讓任何人替我作證，也不要要求大家站隊。你們只做原本該做的事，客戶怎麼授權，就照合同去確認。我已經不能只靠證明自己沒偷資料。我要讓外包這件事本身，也必須面對客戶真正的權利和選擇。許杰把我的話原封不動帶回團隊，沒有人再被要求表態，大家照常維護客戶，也停止所有額外資料搬運。接着，他用標準格式向3家核心客戶發確認，是否同意在現有合同未中簽的情況下，把相關資料轉交給瑞成。這樣做有一個好處，不管最後我留不留下，這些回復都不是為我個人服務。客戶只是在回答一個正常的業務問題，他們同不同意自己的資料換一個接收方。第一封回復很快到了，內容不長，意思也很清楚，不同意。未重新簽署條款前，不接受資料交給第三方。第二家
第三家的態度也一樣。到這一步，合同上那行看起來很普通的限制，終於變成了外包案真正過不去的一道門。許杰問我，這樣是不是就能停了？我沒有給他一個太早的答案。只能停資料交接。方志遠還可以推董事會先批准外包。第一家回復出現時，許杰在電話裡停了2秒才念給我聽。我沒有興奮，只讓他把原件按流程保存。越接近5點，我越不想讓任何一個好消息被我們自己用過頭。果然，他很快提出新的說法，商業決策和資料交接是2件事。5點照常表決，客戶同意可以之後補。我看了一眼時間，從這一刻起，所有回旋空間都消失了。5點不是一個普通會議，而是我們能不能保住項目主導權的最後期限。我把3家客戶回復放進材料最下方。接下來不是再找更多紙，而是要把已經有的東西排成一條任何人都能聽懂的因果鏈。我把4組材料排在同一張時間線上，2週前的沙盒權限，9天前供應商已拿到的模型，凌晨2點12分的管理員導出，以及今天客戶拒絕第三方轉移的回復。一件件分開看，都只能證明一小塊。排在一起後，問題變得很直接。我的沙盒違規發生過，但它既解釋不了9天前的跨部門模型，也解釋不了凌晨的管理員批次任務。我把每一條線旁邊都寫上它能證明的範圍。沙盒證明我確實違規，也證明角色受限。9天前版本證明供應商提前掌握內部模型，管理員日誌證明正式導出另有權限層級，客戶回復證明交接不能直接完成。我不想讓董事會在一堆技術名詞裡各自挑自己想相信的版本，所以提出了一個最簡單的驗證方式。現場重演我當時的沙盒角色，直接看他能不能讀正式客戶資料。陳彥洲提醒我，如果重演結果跟你記得的不一樣，這會非常不利。我回答，所以才要現場做，不能只挑對我有利的部分驗證。這是整個下午最冒險的一步，因為我等於把自己的錯完整攤在董事會面前，而且主動要求所有人驗證它到底有多嚴重。顧清言帶着版本記錄過來，只說了一句：“我會出席，但我只講我能證明的部分。”我跟陳彥洲確認，現場只做既有權限的重驗，不改角色，不加權限，也不做任何超出原本規則的測試。我要的是可重複驗證，不是為自己設一場表演。我點頭，這正合我意。他不是來替我撐腰，陳彥洲也不是來替我定罪或洗白，每個人只負責自己那一段事實。5點前的緊急說明會排定後，我最後檢查了一次順序，先承認沙盒，現場驗證權限，再接管理員導出9天前版本和客戶回復。這不是一場靠氣勢贏的會，我真正要做的是讓任何人想把所有責任重新塞回我身上時，都必須先跨過這4道彼此咬合的事實。緊急說明會剛開始，方志遠就先把我的沙盒批准記錄投到熒幕上。在談其他事情以前，我認為董事會應該先處理江瑤的重大流程違規。他要的是第一印象。如果所有人先接受江瑤一向不守規則，後面的技術細節就很容易被聽成狡辯。我沒有讓他等。這份批准是我做的，我繞過了完整審批，這部分我接受單獨處分。方志遠明顯停了一下，大概沒料到我會直接承認。他接着說，既然你承認管理失控，那資料外流。我知道這句承認會直接影響我的處分，可如果我連自己的錯都要模糊處理，就沒有資格要求別人把每一條權限和責任切得清清楚楚。我打斷他，但沒有提高聲音。管理責任可以處分，資料外流要看權限。請現在用我當時同等的沙盒角色讀一次正式客戶資料。陳彥洲按照既有角色重新建立同等測試條件，
所有人盯着螢幕。存取請求送出後，系統直接拒絕。沒有戲劇性的動畫，也沒有誰替我鼓掌。螢幕上只有一個很乾脆的結果：這個角色沒有正式客戶資料的讀取權限。存取被拒絕後，我沒有立刻開口，先讓陳彥洲把角色、權限和結果確認完，再讓每個人自己看清楚這個沙盒能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。陳彥洲確認，沙盒角色只能接觸匿名演示數據，以這個角色本身不能完成正式客戶資料導出。我轉向方志遠，所以我做錯的是繞過審批。你如果要說這次正式導出也是我造成的，還需要另外的證據。他立刻說，一個測試說明不了整體管理責任。我點頭，同意。所以我們繼續看整體。沙盒這一關過了，但我沒有鬆下來。真正能決定外包會不會被停下的，還是後面3條線能不能一起閉合。陳彥洲先把凌晨的日誌放到熒幕上。2點12分，正式資料由事業部管理員批次任務導出，不是江瑤個人賬號，也不是剛才重演的沙盒角色。我沒有把這句話說成自己已經勝利，只接着問，這次導出需要管理員級別的任務權限，對嗎？得到確認後，我讓下一份材料接上來。這一條把最關鍵的技術事實固定了下來，正式資料確實被導出，但執行它的權限層級和我先前那個沙盒完全不同。顧清言把版本記錄放到桌面中央。瑞成簡報裡這套成本模型，來自我部門2週前更新的版本。供應商至少9天前就已經拿到。方志遠皺着眉說，這只能證明供應商接觸過內部資料，不能證明跟今天的外包有關。我回答，正因為是9天前，才有關。今天這份自願移交，如果真是外包啟動原因，就解釋不了他們為什麼9天前已經拿到接管所需的內部模型。這時許杰把3家核心客戶的回復送了進來，沒有一家同意在現有合同下把資料交給瑞成。3家回復放在同一頁上後，外包案的另一個問題也再清楚不過。即使公司想先做商業決定，真正把客戶資料交出去，仍然跨不過既有合同的授權邊界。我把4件事重新按時間念了一遍，沙盒只看匿名數據，正式資料由管理員任務導出，供應商9天前已掌握跨部門模型，客戶今天仍未同意資料轉移。然後我停住，沒有再替董事會下結論。我的程序錯誤，我接受處分。但他不能同時解釋這4件事。方志遠又想把話題拉回我的違規，卻已經沒有辦法回答最簡單的問題。如果外包真是因為我今天離職才開始，9天前的供應商資料從哪裡來？那幾秒我沒有催促任何人表態。所有該出現的東西都已經在桌上，再多一句情緒化的話，都只會把事實重新拉回立場之爭。董事會最終沒有通過原定表決，外包案和資料交接當場暫停，管理員任務、採購流程以及方志遠相關操作一併進入正式調查。我沒有得到一個完全沒事的結局，我的沙盒責任仍然保留，但至少別人不能再用一份我沒簽過的離職書，把我的錯和他們的計劃打包成同一件事。幾天後，人資正式撤銷那份自願離職文件。我仍然是項目負責人，團隊沒有被交給瑞成，客戶服務也照原來的安排繼續。同一份通知裡還有我的處分結果，沙盒審批違規，正式記過，原本已經談到最後階段的晉升，暫停。我盯着那2行字看了很久。洗清一個不屬於我的罪名，不代表我自己的錯就會消失。這一次，我沒有想找理由。人資把2件事寫在同一封正式通知裡，反而讓我覺得公平。那份離職文件不成立，是因為它經不起流程核對；我的沙盒違規成立，也是因為記錄清清楚楚。
方志遠被停職接受調查，採購和管理權限流程也被重新審查。那些後續不再需要我親自追着跑，公司的正式程序會接手。我把時間留給了另一件事，重做供應商接入和資料權限治理方案。哪些測試可以走簡化流程，哪些正式資料一步都不能省，我全部重新寫清楚。顧清言看完方案後說，共同治理那一段，我要加入。不代表明年預算我會讓你，我笑了一下，最好不要。能競爭和拿規則當武器是兩回事。團隊留下來後，我也改掉了一個自己很熟悉的習慣。以前只要我判斷結果沒問題，就容易覺得流程可以晚一點補。現在我知道，有些記錄不是給今天的效率看的。方案送出去前，我讓團隊逐條看過。以前我常把流程當成管理者需要處理的麻煩，這次我希望每個執行的人都知道，哪一步是在保護客戶，也是在保護自己。最後，我把那份已經作廢的離職文件存進工作資料夾，重新命名成“不要替任何人省略流程”。那天我真正留下來的，不只是職位。程序有時很慢，很麻煩，甚至會讓人覺得是在拖累能做事的人。可當有人想改寫事實時，只有留下來的記錄，能替當時的你說話。我失去了一次晉升，卻保住了團隊、項目和選擇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終於不再把我能扛當成省略規則的理由。